掉。这个不用加油吧？没有，我在帮我自己打气啊。骂。你平常剪片的时候戴耳机吗？戴耳机。哦，好。怎么了？没有啊。你要送我耳机哦，谢谢。没有，不是，我只是。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我是物，我是23。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玩具玩的玩具呢，我觉得算是私心推荐。可以说在我们频道上好像很少介绍到这个系列，尤其是这个系列最大宗的 IP， 我完全没有介绍过。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也不知道转单事业部，转单事业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玩具玩的玩具呢，就是这个。哇！就是要下那个音乐。这是我们的 HG 系列的七龙珠比拉夫完全套组。HG 七龙珠这个系列呢，它已经出过非常多很经典的角色之外呢，它很多都是完全套组的形式。对，应该说 HG 它就是主打小尺寸，然后造型很精致，色彩也很丰富。它一直以来就是除了 HG 的转蛋之外，也推出了很多很经典的完全套组。赛鲁完全套组。魔人普乌啊，魔人普乌那组，因为它有很多很冷门的普乌，普乌会吸收各种人嘛，它就是那个七龙珠的卡比，像那个人造人呐，我们之前去逛玩具店的时候，你只有看到那人造人。人造人那个其实也蛮赞，它真的就是连剧场版里面的人造人13号啊，或者是14号这些，在其他地方真的很难得可以看到的角色，它都会推出。完全套组的好处就是它真的会出很多你平常看不到的角色。那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要开的这一款，也算是很冷门。我觉得这一款为什么说是私心？比拉夫一群人，他们其实算是七龙珠最前期，第2集就出现。他们碰到比拉夫一群人的时候，是已经剩下最后一颗龙珠，悟空跟布玛，然后还有隐藏，就他们那些被关在比拉夫的那个基地里面。最开始隐藏那个时候还是微反派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他们抢到悟空他们的龙珠，然后在许愿之前，那个乌龙就大声喊说：“我要女生的内裤！”哦，神龙第一次登场。对。的愿望就是给一条内裤。后面出现是一直到他们找詹迪，悟空就碰到他爷爷悟饭，比拉夫他们就发现悟空的尾巴是弱点，可是发现了之后没多久，他爷爷就把他尾巴扯断，这算是比拉夫一行人卷土重来。比拉夫他们就开了这台比拉夫号。七龙珠的商品其实很大量都是出后期，他们已经进入了正式格斗战斗的造型，应该算是七龙珠的大宗。那我们先看到它的外包装的部分，正面呢就是我们比拉夫号1号机、2号机跟3号机。那这边就是有比拉夫、小五、阿修。背面的部分呢，就是有介绍到里面的内容物啊。下面就是一些变形的机构，合体的部分是这次对，这次的卖点最大的卖点。比拉夫号合体之后，真的是 HG 系列史上最大。哇，很直而且它这样子直接很简单，整组装在这个炮壳里。哇，我要拿这个。我要拿这个阿修的3号机。哇，很爽这很可爱超赞的好可爱它驾驶舱也做得好细。那我们现在已经开来了，刚在组装的时候也觉得超级可爱。它有些东西在搬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怎么拔，不然的话一下就断了。会有一点害怕，因为如果我们玩合金的那些习惯了的话，你稍微有点出入，它可能就不见了。那我们就先来介绍我们的比拉夫大王。它这个就是做的真的是很还原它剧中的造型，像它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草饭，然后还有它手上一开始有的这个一星龙珠，整个就是很可爱。还有它帽子上面的这些涂装啊，真的是颜色很丰富。七龙珠最赞的就是它在初期的时候，很多角色的中式服装都做的超可爱。它明明就是穿的一个有点像是唐装的样子，可是它脖子这边有一个很像小丑的那个缎带，搭配起来你就觉得哇超可爱。中间的这个有字这件事情的，就是初期的经典。悟饭啊，乌龟，龟仙人的龟，比克的那个魔。对。它这个脸上的细节也做得很好，像它这个皱眉啊，这个坏的表情，还有它眼睛下面经典的3根睫毛。这是它的龙珠，所有都是雾面涂装，就是用龙珠是亮面的涂装，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细节真的是做得很棒。对，那接下来呢，介绍我们的小五。小五很辣姚三明老师早期的这个美女的画风，差不多都这个样子啊。对，她虽然很早期就出现了女反派的角色，穿着非常的帅气，是走一个这种军装长大衣。她这次还有把她的那个妆都做出来，眼影红红的。唯一比较小可惜的地方是额头做的有点太高，就她刘海那个做的有点长，有点要打耳了。
但你其实仔细去回想他那个画风，确实他是画的比较高一点，只是你看到实体的时候，早期的画法都比较长，圆润，对，做太高了，做坏了。但他头发的那个飘逸感，我觉得也做得不错。那身上的一些腰带配件，蓝色的这个涂装非常漂亮，衣服上的皱褶其实都有做很好的呈现。再来是阿修，阿修它就是一只穿着忍者服装的可爱小狗狗造型，把它这个忍者的衣服非常可爱的还原，脚踩的这个草鞋，然后还有它背上背的这个剑，然后转过来它这个屁股上面的这个尾巴，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小可爱的反派吧。这个很像哈特利里面会出现的。它的这个站姿就是有点这种逞凶斗狠的站姿，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可爱的表情，比起凶狠啊，更多的是俏皮可爱。因为毕竟他们这一行人可能最正常的就是小五，但是小五在里面可能也会讲一些很笨的话，比如说他说：“小五让他看看比拉夫机械的厉害。”他说：“怎么是我先吗？我先来吗？”有点惊慌失措，小女人的感觉。小五一开始算是蛮喜欢开黄腔的，那个也是在七龙珠早期才看得到的。他开黄腔的部分，这个比拉夫他还吐槽作者，就是那一段是他讲什么？他们要找悟空的龙珠，然后他就说，说不定就在他的裤裆中间。然后比拉夫还呛他说，作者就是不想要有这种什么黄色梗，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因为早期才有的。七龙珠前的那个丁小雨，机器博士那个，就是他都会玩大便啊，然后一些屁股啊这种，所以比拉夫才会吐槽说，我们现在要转型了，不要在那边开黄腔啊，这个是后面完全都没有了，而且早期还有漏点。他打那个隐形人之后，他把那个布马的那个衣服直接拉下来给那个龟仙人看。早期布马就是一个福利单嘛，他的全身都被看光光了。他们去找牛魔王的时候，他不是要请那个武天师傅，就用龟发金龙魔把那个火消灭嘛？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把火消灭的话，我可以摸你的胸部吗？什么的？然后最后他就叫乌龙变嘛，布马就叫乌龙变。对，然后乌龙变了之后，就跟那个龟仙人说，你不想要补揪吗？我就觉得干超好笑。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阿修的部分。那接下来介绍我们的比拉夫号的1号机、2号机跟3号机。首先1号机呢，就是我们比拉夫所驾驶的这个机体。这个刚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那就是把手跟那个组装上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比拉夫的1号机。我觉得它这个整个造型就是这种有点太空舱的样子。对，它很像达尔当初降临的砰。所以这个还蛮可爱的，然后一样就是在这边呢做一个透明的床，然后可以掀起来，里面的颜色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椅背的部分是做黄色，然后操纵杆也是用这种水蓝色的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比拉夫放进去，它的这个操纵杆也是非常怀旧七龙珠早期的造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1号机的部分。那小五驾驶的2号机呢，算是体积最大，它驾驶的就是这粉红色机体，分量非常的不错，拿起来的手感很像拍立得。而整个造型呢，它在一些刻线的部分呢，都还是有用一些比较深色的粉红色去做阴影的呈现。重点是它就是有搭载了这个 SG 系列手动可动关节，除了可以这样子伸之外，它的这个机械臂也是可以这样子开合。对，而且机械臂的开合是做那种卡榫式的，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它可以直接把小五夹起来，因为毕竟我觉得它这爪子也算是剧中蛮重要的，因为它是抓住悟空，检查它的尾巴。对，抓住悟空让他们去检查它的尾巴，所以它这个是非常有力，它把它做出来。中间这边的驾驶舱打开，里面一样也是有我们的这个操纵杆跟我们这个椅子的部分。因为我们要把小五放进去嘛，所以它在操纵杆就是直接把小五的半身坐在上面，你就可以直接拆下来就斗上去了。最后这边呢，阿修驾驶的3号机，那它就是有点这个军绿色萨克的颜色。也是都有在它关节的地方做这种阴影啊，那种比较深的渐层涂装。它的手这边呢，也是可以用替换键变成它这个机械手臂后面的这个算是尾巴或者是脖子可以喷火的装置，对，喷火的造型是可以这样子旋转。中间的这个驾驶舱打开来之后，也是很可爱的驾驶座。它是往下翻的，大家都是往上翻。我们先把3个角色就让他们进去。进去的话，它是有附这个替换的小手，可以让它握这个操纵杆。那我们现在都把他们3个人坐进去了。觉得坐进去之后超可爱的。就坐进去之后，因为他们原本都是单色，可能因为把人放进去之后，那个亮点就出现了。我看他们在里面这样，哇，超赞，超可爱，哇，超赞的。接下来就是要使出我们的大绝招了。对，大绝招，我来组成头部。我来组成头部。哇！看超帅的，
组装完成的样子。比拉夫号完全体，哇，超可爱的，就这种机器人看起来超土炮的，看起来很笨。组上去之后，它腰部其实做可动，做一点可以左右的样子。然后再加上手嘛，它虽然不能平举，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这个头部可以稍微旋转。然后刚刚有说到可动，可是像它这个3号机的这个脚，其实它的膝关节是不能动的，可能就是为了要让它合体的时候可以更稳的站立。因为刚2号机跟这3号机，它的脚都做不可动，可是我觉得站立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但如果它做可动的话，可能会脚软。他们合体之后又变得很跳色，对，他们3个人这样子坐在里面，完全没有要一致的意思。对啊，这只真的很可爱，这个真的是会考虑摆在家里的时候是要让他们合体呢，还是要让他们各自驾驶呢，还是要让他们各自站在他自己的机体外面呢？那就要买到3组，2组就可以了吧？阿修开起来超猥亵，因为他有一个，他本来就有一个炮，对，这位置太刚好了吧？阿修是可以上厕所的部分吗？而且如果有其他 HG 的7龙珠角色，像如果你有小悟空的转蛋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夹在手上。虽然呢，它可以变成这个3人合体的比拉夫号，不过我觉得其实有点小可惜。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逃跑的样子也一起做呢？在漫画里面，他们有一段是舍弃2号机，对，因为2号机已经被悟空的龟派气功打到手臂坏掉，所以他们就直接说放弃2号机，然后我们紧急合体。然后1号机会吐出一个类似鸟嘴的东西，对，变成这个鸵鸟形态。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算是我私心推荐呐，HG 7龙珠的比拉夫完全套组。如果各位玩具人有兴趣其他套组的话，可能还是可以上网找一下，都蛮值得收藏的。我真的想不起来上一次阿修有出商品，一般想不说的话，阿修这个角色有出商品，还有比拉夫有出商品，我不太有印象是什么时候了。所以我就觉得蛮值得推荐给各位玩具人。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我们 IG 上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我们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那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但如果说到年龄差的话，我们小五最后也是跟我们的特南克斯在一起。到龙珠超的时候，那时候小五应该也都40好几了吧？不止，他们应该差了40几岁。小五都比他的妈妈，都比驸马年纪还要大。对啊，是因为在龙珠超里面，小五有被缩小嘛，所以他是小孩的身体，但是成熟女人的心智。然后去骗特，他没有骗，那特南克斯就有炸到他，算是特南克斯内行，好不好？OK， 可以这样说吗？我不知道。